欢迎大家来到今晚不加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有况，而我是你们的去班位主理人李川。小鱼啊，我李总家大业大，去班位是我最近投资的大项目。哎呦，为了配合李总您的项目呢，我们也召集了各行各业的职场代表，分享职场故事，共同研发助力良性职场关系的助推器。不错，小鱼做的不错啊。这边我也找来了一些神仙帮手。神仙帮手。首先让我们欢迎上班工作华为，吃点小瓜点缀，锤娜丽莎。我是掌管美貌的主实至名归。接下来，让我们欢迎3行代码在宇宙中的前程序员，拥有高人气、高颜值、高品质幽默的脱口秀演员庞博。大家好，我是庞博。我们今晚不加班，我们就把这个简单就单纯的快乐都带给屏幕那边的观众朋友们，好不好？好，非常好。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最懂打工人的脱口秀演员、资深 HR 门枪。我知道上班的时候会遇到很多霸气，但是我觉得还是大家可以通过一些手段和办法去对抗他们，好不好？谢谢大家，我是门枪。欢迎一下我的职场搭档张维维。大家好，我是但凡有李川的工作就不是特别想加班的张维维。那接下来呢是包括我在内的班位农人们。首先欢迎的是背水一战但一战成名的刑法讲师丁辉。丁辉，令人心动的 offer， 史上最野草根。然后让我们欢迎有13年外企工作经验，曾任上市公司职场营销董事，可以给你超强方法论的职场过来人 Stella。大家好。Stella， 外企大女主，职场领域100万粉丝大 V。好，接下来呢还有一位进口打工人，欢迎来自西班牙的苏诺伊，欢迎。苏诺伊，全网粉丝350万。欢迎心直口快的职场钢板 Summer 林慧颖。大家好，我是 Summer， 自由喜剧演员。非常耀眼的阵容，所以请问一下大家，有我们这样的同事，你几点下班？不上班。哇，都来入职好吗？本期的主题啊，正是聚焦于职场同事之间的爱恨情仇。其实我特别想问啊，职场上有真感情没有？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同事之间的故事，讨论和上班搭子之间交付真心的边界感。所以现在就来请出最懂打工人的 HR， 从他的角度来和我们分享一下职场到底有没有真感情。有请脱口秀演员门枪。大家好，我是门枪。做了这么多年 HR， 我觉得我这个人班味是有点重的，就我看什么都像在上班。比如说《哪吒2》，大家觉得很燃很好看，但是我看的时候就会不自觉的去带入职场。我感觉我看的不是《哪吒之魔童闹海》，我看的是《陈塘关有限公司之破产闹心》。哎，那几个神仙领导打来打去，倒霉的是员工。是我们这群陈塘关的老百姓，对吧？无量仙翁一把火，我们都被优化了。员工遭殃的时候，领导在干嘛？在飞，在演戏。所以啊，领导戏越多，工作越难做。真的，在职场里面遇到任何像电影里面这样主角的同事啊，都会很头疼的。比如说太乙真人，如果他是 HR， 正好遇到公司裁员，我去找他，我说：“太经理，裁员名单下来了没有？”不急不急噻，船到桥头自然直噻。说那这次裁多少人啊？天机不可泄露。我会被裁吗？年轻人
放下心中的执着，我想我肯定完了。越说越吓人。还有申公豹，我看这个电影我就感觉申公豹实在是太卷了。电影里面就努力当反派，但是所有的功劳都算不到他头上，我都为他着急。我觉得比牛马更牛马的就是豹，比豹更牛马的就是生来就想要工作的豹，申公豹。我知道你们听到这个段子的时候在想什么，嫌弃谐音梗，我懂，因为人心对谐音梗的成见是一座大山。哎，还有哪吒，完全不讲道理，你能想象吗？我在这边跪求客户给个项目，哪吒在那边拍案而起，我命由我不由天，是甲方是乙方，老子自己说了算。那完蛋了，票房和公司的房一起破了。说了这么多，其实都是开玩笑的。我真的好喜欢哪吒这部电影，很期待这部电影的第3部，对不对？但是我希望这部电影的第3部可以给我们这些陈塘关的小老百姓啊，或者海底的那些虾兵蟹将一些好结局。哦，当然不给镜头也行，我们可以做我们最擅长，也是最适合在海边做的事——摸鱼。谢谢大家，我是门强，谢谢。谢谢门强。刚刚听了门强的分享，他把职场呢比作是一个巨大的哪吒2。无论是在电影还是职场，其实都觉得做哪吒是最爽的。遇到谁作要直接上去我们就干。所以职场当中有没有人学哪吒，就是有不爽直接上去就干？我真的有。当时呢是主持一场活动，我旁边的这个工作人员把他那个手机的题词给我看，刚好跳出来一个信息，上面提到了“鱼有矿”3个字。第一条，鱼有矿衣品最差；第二条，所有人里他最土。哦。然后我直接发语音，我说不好意思姐妹，我不知道你谁，但你发这条被我看见。哦，有被爽到，很酷，很酷。主要什么？因为我觉得他没有就是打到我的痛点上，就是他说我衣品差，我衣品很好的。到现在为止，我的各个头像封面都是这张照片，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所以我想问一下丁辉老师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经历？其实大家都能看出来，我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所以我一般很少跟人撕破脸，但是身边还是有很多那种特别讨厌的人，还是挺多的。比如说我以前刚刚开始转型做法律的时候，我第一学也不是学本科的，所以很多人就会说，你看这小子，你看非法本的一个同学，你凭什么过来当律师是吧？这样的声音有很多，但其实对我而言没有任何影响，只会增加我的话题度。果然呐，好心态决定男人的一生。有没有那种你实在忍了很久，忍无可忍？有的人会打不过就加入，但是我打不过，我一般会选择逃跑。比如我在前公司的时候，我们来了一个经理啊，那个大姐就降本增效嘛，就要给我们这个违约，要解除我们的合同。然后我就跟我几个好兄弟一块儿，自己凑了几十万，然后我们就出来自己搞了一个这个培训机构啊，就跟他们顶着干。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干掉他们。哇，职场爽文。所以其实听得出来啊，丁辉老师是解决问题类型的，就是撕破脸没有用，根本问题还是自己才能舒坦。对。那 Stella 呢，在外企工作这么多年，有遇到这种职场的矛盾吗？其实一定会有的。我的解决方案是，你可以机智的去反击，但是呢，不要撕破脸。哦，怎么机智？因为其实，在职场上看的就是谁的情绪先失控。就跟大家说个段子，曾经有过2个女同事吵到互扇耳光。这好像一个俄罗斯的运动，你知道吗？请问外企互扇耳光还会说英文吗？带的烂，你给我带！当时其实呢，就这个部门的老板他不在，但所有人都会停下手边的工作去听到底咋了。我甚至会从楼下上来听。但其实这个事儿一定会传开。最后现在全国观众都知道了。职场当中啊，大家不在乎到底这个事情的原委是怎么样的，大家只会讨论那2个人情绪很失控，两个人都有病。
所以就是在职场上，你一定要比的就是谁的情绪稳定。如果他试图跟你吵架，你只要回应跟他互吵了，其实对你来说是一种情绪劳动。那其实我们上班平时我们体力脑力劳动已经够累的了，为了不值得的人再去加重这样的情绪劳动，真的很不值得。感谢斯黛拉的分享，希望大家和同事的相处过程当中呢，既要保护好自己，也别太委屈自己。不想委屈自己的话，怎么办？防止同事甩锅就很重要。那么有请庞博和我们分享职场拒绝背锅指南，有请庞博。大家好，我是庞博。非常开心，非常开心，又来今晚不加班，加班了啊！今天是聊职场啊，聊一聊大家一个都非常不喜欢的、很讨厌的一个行为，就叫甩锅。职场上我发现有一条定律啊，就是这个锅的守恒定律。因为锅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你问为什么总要有人来背锅呢？因为锅就在那里。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工作中啊，当然应该有勇气承担我们真正犯下的那些错误，我们本来就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我们肯定也要做到，就是不能别人凭空所谓这个甩过来的锅你都接着，对吧？不然最后吃亏的是你自己，你会扣工资，甚至还有可能要丢工作。这回去之后，家里人也要埋怨你说这么爱接锅，你看现在揭不开锅了吧？还得是你啊！哎呀，发现公司开这种大大小小的会啊，最重要的一个会就是问责会，更正式的名称呢就是分锅甩锅会啊。你没开这个问责会之前，你永远都不知道自己对这个公司原来有这么重要。经常是老板一问说，哎，这里出的问题是谁负责的？是你是吧？那里出的问题是谁负责的？是你。你最后发现，哎，公司整个业务运转好像都是由你负责的，领导已然被你架空，老板只是傀儡，只有你垂帘听政，掌管一切。问题是开表彰会的时候，那些神秘失踪的同事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就又出现了。你发现他们各司其职，井井有条，然后功劳分了一圈，你意识到，哎，我好像是一个白拿工资啥也没干的人，是吧？很神奇，我明明刚刚还是顶梁柱，现在成了关系户，傻傻分不清楚。哇哦！哎呀，好经典的喜剧技巧！哇，高级的喜剧技巧。这个就已经都突破物理学的范畴了。我认为这个是量子力学的范畴，因为项目一直处于一种是你负责和你不负责的叠加状态，直到确定了开的今天是问责会还是表彰会，这个概率才会真正的坍缩啊。薛定谔的锅是吧？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在职场上遇到这种真的不属于我们的责任，不属于咱们的锅，就确实源头上要制止，坚决不能背。今天也是跟大家分享几个我总结的防止背锅的小方法。比如第一点，很多朋友也知道，工作要留痕。我也是受到这个古代皇帝的启发啊。你们大家想，在古代的时候，其实已经没有人比皇帝权力更大了嘛，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回看历史，我们还是知道哪些皇帝是昏君。哎，你想，皇帝这么大的权力，他都没有办法把锅甩出去，为什么？因为有史料记载。哦，这就是最开始的工作留痕啊！我们也要学会啊，做自己的司马迁，好不好？所以在工作中，你必须假装一件事，就是假装我就没有听觉啊。哦，只有落实到了文字纸面上的要求，你才去做。然后这时候大领导出来说：“这是人想出来的吗？”你就可以跟老板拿出截图说。根据史料记载啊，这个当时反正确实是有人这么说的，你还可以批注说《太史公曰》，我也不觉得像是人能想出来的。哎，然后还有第二点，一个小方法就是要学会及时的拒绝，因为背锅最开始这苗头是很小的，有可能最开始只是同事找你帮了一个忙。但是有的时候这个东西不在你职责范围之内，你就发现项目成了之后和你也没啥关系，但是项目黄了你就撇不清这个关系了。哪怕过程中你只是帮他调了一个比如 PPT 这个背景颜色的深度，是吧？结果项目出了问题，最后一问责，你属于深度参与。所以啊，我建议大家，就是职场上如果这个事情真的不是由你负责的，你就尽量不要去插手，因为各司其职嘛。那有些朋友不善于拒绝，我可以教大家一招，我自己的经验。比如说，同事求你帮忙，他既然不是你分内的事儿，他肯定要先卖惨嘛，你就一定要做到什么，就要比他更惨啊。
他说：“哎呀，这个我最近任务太多了，你一定要帮助我。”你就说：“哎呀，我最近任务这真的比你还多，你一定得帮我，做不完我就要被裁员了。”他说：“哎呀，你不知道，我昨天就已经被裁员了，今天还来公司，就是舍不得大家回来看一看。”第3点是我最新颖的，也是最有效的，甚至我是最独家的一个秘诀啊！只要大家学会了，我也不能承诺说100%，但是几乎这种背锅、甩锅的行为，你在职场上都可以拒绝。大家想不想听一下？想。但是就是由于咱们这个拍摄的日程前后发生了好几次的变化，然后我的经纪人那个时间安排也没有完全的对齐，然后这个主持人刚刚这个流程也是乱的，包括咱们这个今天整个这个地板当时也不是特别干净，不知道为什么我走在上面有点心慌。就是咱们节目除了这个水中贵族百岁山特别符合口味之外，哎呀，反正其他方面总是会工作中总会出现一些小小的，就是稿子还没有完全的完成，所以有机会一定跟大家分享，好吧？一定会有机会的啊！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庞博，哇，这么会甩歌，怎么不去做厨师啊？我的天哪！确实，我也觉得刚才有矿的主持是有一些不到位的地方啊。所以 Stella 老师，如果遇到这种被甩锅的接锅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给他们？那首先就是你要有阶段性的时间节点的去跟老板，包括相关的人员汇报一下，哪怕对方没有回应。有的时候大家会本能的觉得说，领导给我布置的任务，所以他一定知道我在干啥。但其实领导的事儿太多了，他会忘掉。所以你时不时的去汇报，我到什么阶段了，怎么样了，预计什么时候完成，什么样的成果，其实也是很好的告诉老板，你是有工作内容的。哇，非但把锅接住了，还向上管理。对，其实这样的，我想补充一个点啊，就是如果是你老板的锅，你接不接？立马接，主动接。为啥？因为这是你的工作能力之一。他说那个主动替老板接锅，我真的想起来我一个事儿，很多年前我跟我们老板去接了一个那个广告短片的一个事儿，基本那个短片全是老板自己想的，然后甲方把这个创意就是埋汰的这个狗血淋头，然后就问是谁，然后老板就看了我一眼。我当时脑袋里就想到了那个网络短片，就是电梯里闻到一股臭味儿，对，我说，然后哎呀我肚子不舒服，老板就是我一下想到这个，我说那个不好意思，我写的。过去之后，这个方案呢就被甲方的大领导看到了，结果那个甲方大领导巨喜欢，点名要看这个是谁写的，把这个人给我找来，跟我一顿聊，后边的好几个活用了我。哇！天哪！接了锅就接着开锅了。哇！好人有好报。做 HR 我们的常态就是等锅来。啊？为什么？因为所有的锅大家甩来甩去，最终以我的经验都会甩到 HR 这里。比方说这个锅最后是你李传杰来了，大家就会问李传是谁招进来的呀？因为我觉得为什么大家那么介意被甩锅的原因是大家的思维容易想在我不犯错，我没犯错。但其实在职场上，你不是要做一个不犯错的人。你可以犯错，每个人都会犯错。你要做的是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人。说得好，非常精彩的分享啊！自然我们不可免俗的再聊一聊职场的爱情吧。那么，让我们欢迎陈娜丽莎。女神 ，Yes， 大家好，我是陈娜丽莎。很高兴今天来到了今晚不加班，但是我还是觉得节目组来找我聊职场恋情，多少有点扯了，因为毕竟我是一个明星，我怎么会懂职场恋情呢？你懂吗？我只懂你。我多余问。就如果说硬要说职场恋情的话，我离职场最近的一次可能就是毕业之后去了练习生公司。当时我们有一个女生就跟这个项目负责人谈恋爱了。按道理说，办公室恋情还是上下级，
甜甜的禁忌之恋，那2个人是不是应该低调一点？如果要避嫌，我觉得他们俩是不能一块吃饭的，容易被人嚼舌根。但是恋爱中的人创造力很丰富，于是他们商量了一个专属座位，每次女生吃一半放在原位，负责人再过去吃另外一半。啊，吃剩饭，拼好饭。为了公费恋爱呢，负责人经常组织一些去迪士尼之类的团建，但是每次玩项目的时候，他们都恰好坐在一起。于是出来之后呢，工作人员说：“我们的高速摄像头记录了你们游玩的瞬间，120块一张，您要吗？”负责人说：“我给你5000，马上给我删啦。”你就这么谈，老板再迟钝也该发现了吧？于是我们这个老板呢，以身入局。他为了整治风气，精准狙击，他甚至组了一场密室团建，把这个密室里面所有的 NPC 都换成了领导层，就为了抓这2个 NPD。老板抓你，物理性的抓。当时呢，这2个人正在密室里面腻歪呢，我以为自己躲到了一个风水宝地。结果，老板从旁边的棺材板里弹出来了。好刺激啊！吓死啦！然后负责人眼疾手快，又把老板塞回去了，说：“快走，老板的棺材板快压不住了。”真的好可怕呀！这个故事精彩吧？我瞎编的。是吗？是吗？还挺好笑的，还挺好笑的。谢谢，还好你们有一度都相信了这个故事。好，那我做一个总结吧。希望每一位地下恋情都能走到阳光下面，希望大家都爱得堂堂正正，任性的爱，随便的晒。我是不想悄咪咪的锤娜丽莎。真的是编的呀？没有，改编的。非常精彩的分享啊！我先吃个瓜吧。不知道在座我们的嘉宾有没有过职场恋情或者是办公室恋情的，可以举个手。我，真的啊？我做过，但是不建议任何人去办公室恋爱，因为我们以为全世界不知道，结果呢是只有我们不知道，全世界都知道。因为我们开会的时候坐在一起，而且呢手偷偷摸摸的就是那种哎呀我们好聪明啊，这太明显了，别人看不到啊，别人不知道啊。所以说所有人都知道了，后面呢就各种八卦来了，甚至他部门的领导就会过来问我说：“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你们什么时候公开啊？还能公开吗？”你来问我，你觉得我还需要公开吗？那后来呢？分了呗。这可害怕了嘛！2个实习生，你说本来就吃不了饭的，你还搞事儿呢？就2个实习生可能会影响你转正，会影响你工作呀。然后我们再问我们的职场同事，我的职场同事张薇薇有没有关于职场恋情，你作为同事方面的一些看法呢？我有见证过。最开始我真的不知道你俩在一起。然后我看那热搜的时候，你也是看热搜啊？我跟李川在一起呢，在一个屋里，我们在对本我也没有怀疑呀。但是您的眼神很犀利。我说你不是。然后我就看，我还跟李川说，我说你看啊，这家给你造谣造的，说你俩好上了，真是。完了，李川说，对呀，你看不出来吗？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我说。锤锤对你所有的好，在我的眼里都是女明星的平易近人。哎呀！然后李川说：“那你就没想过为什么他不对你这样吗？”我说：“确实你比我有几分姿色呀。”然后咱有一次出去吃饭，你记不记得？在那个闵行那边。对。
然后因为是咱仨一起去的，对，然后被拍的内容就是锤锤李晨恋情曝光，那个什么同游吃饭与司机一桌什么。你俩不会上车的时候这么一回头，哎，后边有个狗仔看到了我。很扯，那个狗仔当时是蹲胡歌的。是我俩长得是有点像，那你说也不。下班吧，下班吧。OK， 现场吃的瓜差不多了，好吧？我们问问 Stella 老师，有没有？你现在吃的还蛮开心的嘛？你该不会刚知道他俩？哎，朋友们，该你升华和上价值的时候到了，你吃瓜了啊？少吃瓜，多读书吧，朋友。用喜马拉雅 APP。因为我年纪比较大，我工作年限比较久嘛，其实还见证过蛮多同事是真的后面结婚，婚姻也挺幸福的。但我个人还是觉得兔子不吃窝边草。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来说我们会说，比如说你情场失意，那你可能职场得意。你有的时候可能你情感很崩溃的时候，你还有办公室、公司这个环境让你觉得可以透口气。但如果说你这俩是同一个地方，你万一感情崩溃了，你到公司还是那个人，你又不好多说。哎呀，就跟他讲，你办公室恋情，你还要小心这个点。两个人要权衡，非要走一个的时候，哪怕你俩好，领导如果说，哎，你俩要谈，必须走一个，一定是职位上比较低的那个人走。是的，你可能非但感情没了，你工作也没了。所以如果你属于这个劣势，你就别选。天哪，谁没用谁走。对，是边谈恋爱边竞争。我觉得这个大家就是真的有点消极，因为我们总觉得一个人结束了一段感情，就意味着他在人生中经历了某个失败的事情，但其实这个事儿是不成立的，对吧？我的观点，遇到了合适的人。合适的人还是比合适的工作更难得的，有时候是啊，确实是。感谢庞博，谢谢。所以一般这种发现办公室恋情，是不是让 HR 去跟员工谈？你说的谈是以身入局那个谈吗？不是，一般我听说的就是，比如说老板觉得这两个员工他们在谈恋爱有问题，是会让 HR 去探口风，然后包括去警告一下他们，是会这样吗？其实也不用探口风了，我觉得我作为一个 HR 的过来人，就是还是不太建议或者不太希望大家去做办公室恋情，因为来工作就是来上班的。对。你是不是工作量不饱和？所以你要谈个恋爱。如果你真的工作量不饱和，那我真诚的建议你打开喜马拉雅 APP， 多学习提升自己。好丝滑呀！如果你的工作量过于饱和，那更要打开喜马拉雅 APP， 适当的开启个摸鱼的时间，给自己放个假。谢谢。耶！谢谢门枪非常真挚有用的建议啊。确实，恋情是有风险的，上班需谨慎。然后我们还是要先在上班的时候啊，那我们当然是要先搞好事业，同时成为更好的自己，然后慢慢的我们也会吸引到更好、更健康的人。哎，正好李总，我们呢推出了一款产品，这个可以说是打工人处理同事关系的必备神器，辛苦您给大家做一个发布会啦。行吧，上我的 CEO 皮肤。皮肤来了。OK， 准备好了。欢迎来到李总发布会。OK， 各位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媒体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速6代全球发布会。雷总，为了帮助职场牛马快速提升社交段位，我们推出了跨时代高端产品，被誉为职场关系兜底儿神器的 Plastic Relationship Ultra， 俗称大塑料兜子。大塑料兜子。首先，大家最关心的性能，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空间大，俗称特别能装。无论是同事虚伪的赞美，还是老板的口头承诺，它都能够轻松容纳。在这段塑料关系破裂之前，你根本想象不到它有多能装。我们还首次采用了企业级防水，完美应对职场中的甩锅、泼脏水。
无论是同事的推卸责任，还是老板的临时变卦，他都能滴水不漏地接住。相信大家对于塑料兜子千篇一律的外表已经厌烦了。那么，除去原本有的2种配色，同事白、洁白却易脏，加班黑、深沉到让你看不见未来，我们还采纳了用户的意见，新增了橡木黄。这个项目一开始我就知道没戏，地位轻。我在公司这地位根本说话不好使呀，还有涨薪蓝，涨工资很蓝的了。我们还开发了全新的玩法，有请我的工作人员。好的。当你听到同事要跟你分享八卦的时候，你直接把它套在嘴上。庞博这个人其实够。哎，把这个八卦封好，然后遇到其他同事跟他们说，这个八卦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哎呦，不，哥们儿，你刷牙呀？完美模仿同事的口气，什么八卦都能兜，区区同事更自由。好了，到了大家最关心的价格时候了，朋友们，我卖的不是产品，我卖的是情怀。朋友圈集齐30个赞就可以领取，我不在乎钱，我只是想要跟每一个打工人交个朋友。最后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们的职场就像是这个大塑料兜子一样，老板画的饼要装，同事甩的锅要装，哪怕自己遍体鳞伤了，面上也得装。因为打工人们清楚，塑料总会降解，但理想永不磨灭。希望每一位打工人和塑料兜一样，既装得下眼前的苟且，也兜得住远方的星辰。请记住，每一个打工人都是好样的。OK， 就是如果你这段脱口秀在庞博之前呢，其实还行，你知道吗？刚刚我们这个发布会啊，是把职场同事常见的塑料情，其实直接转化为塑料袋儿。虽然塑料，但是也有用处，所以我们想探讨一下职场当中到底有没有真实的友情。那在现场呢，我也有一些我的朋友，然后现在变成了同事。你比如说有矿，我们是朋友。那么你认为职场当中有没有真友情？哦，这个我表示存疑。不是说跟你。我刚说完我们是朋友，然后你就觉得，川哥咱俩是朋友，但是我遇到过这种就是被同事当中我以为是好朋友但被刺的事情。我现在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当初在女团的时候，当时我也觉得我有一些很好的朋友，然后刚好呢，就是我在女团的合约快要到期的时候接触到脱口秀嘛，然后脱口秀那边的导演也说我有机会可能要去参加一档非常冒犯的喜剧节目。我其实比较矛盾，就是说我这个女团的约还要不要再续，因为那边也给我伸来了橄榄枝。然后我自己这个困惑的心情，我跟我当时觉得在女团里面非常好的朋友说了，然后他转身跟我经纪人说，于有矿不想续约了，他想去那边。哦，直接被刺你。对，然后同时当时还有一个101个女孩参加的节目，本来我可能也在这个导演考虑的人员当中之一。哇！但这个经纪人就说，哦，他合约问题，他没有办法跟后面再来怎么样了，就，对。等于说，因为你同事的被刺，你的老板帮你拒绝掉了所有的工作机会。是的。哇，垃圾人！等一下，这攻击的已经成。对不起，忍不了一点。我觉得大家关系应该挺好的，因为大家都糊，就是你没有必要。大家都在上升期，哎，都在上升期，所以就是没有必要互相做什么。刚刚有矿说的故事，我也有点共鸣的。我记得当时在我们公司是有一个同事，我跟他的关系非常好，然后我对他真的是掏心掏肺，就甚至有一次就冬天的时候，他经历了感情上被背叛、被劈腿，很伤心。那时候已经很晚了，然后我接到他电话，因为我知道我上了电梯之后就没信号嘛，我就坐在那小区那石凳子上面，我冷得要命，一边发抖一边就一直安慰他。
然后后面直到我突然在公司里面做到一半，变成了一个博主的身份，他就开始在网上匿名写我的一些私事甚至于我的感情的受挫，其实他也知晓，他甚至于在网上嘲笑我。但是除了这个人之外，我交到的其他还是有很多职场上的好朋友的，所以我是觉得说，就是如果你不小心吃到了一颗烂葡萄，那你就说我从今以后再也不吃水果了，我觉得不值得。对，我一直认为啊，好的工作拍档真的比好的对象还要难找。我跟张威，他来负责创作，我来负责演出。如果我没有他的话，我就没有好的作品；但是如果他没有我的话，他就没有好的商务。说到商务，哎，李总，来喝一口水中贵族百岁山，先润着嗓子。哎，贴心，来加油，李总。那么关于在职场上如何和同事们构建良性的关系，已经听了很多的故事也好，方法论也好等等。那么今天我们接下来直接现场试验一下，我们听到的这些有没有用？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今天的会议没别的意思，主要就是宣布一下，刚刚那个项目大客户进行了撤单，上边一撤单，下边就开始扯淡了。所以我们的投资人也进行了撤资。我们决定降本增效，裁员20%。咱公司一共5个人，才20%。原本定的是25%。也是，那不能截肢啊。你已经结完了，因为你们的业绩都差不多，所以我们会从其他角度进行评判。那我就放心了。你说我作为公司最老的员工，对吧？我每天兢兢业业，我很辛苦的。你辛苦我辛苦，我为你早上从红口飞的普通飞的闵行飞的崇明岛，你辛苦我辛苦。你听着也没出上海呀。你不要再说了，我们就从同事关系这一块评判，看谁和同事的关系好。我说开始。李川，你疯了！你回头看看我张维维，咱俩一路走来，去年到现在，哈哈，抢椅子是吧？我反应慢了，老板，再来一次。你说再来就再来，那再来一次吧。再来一次就从最矮的开始才起立。你就是想踩我，但是想方设法要走个形式，对吧？老张，你千万别误会。怎么呢？你是我们公司最老的员工，然后呢？也是拿工资最高的员工。怎么听着更危险了呢？这样，每个人给我一个不裁你的理由，谁说不过去就裁谁。如果都说得过去，就裁张维维。我确定了，你就是要走个形式，是不是？这叫狼人杀，也可以说是真心话大冒险。输的人当场失业，可以说是非常冒险。我说开始就开始。你说，锤总啊，我觉得首先应该要排除我，我就是这个职场的一头好人，我的身份是你的职场闺蜜。闺什么蜜？职场里哪里来的闺蜜？我知道你太多事情了，公司里面你喜欢谁？新来的帅哥同事你喜欢看好谁？不要再说了。你们知道他现在在跟谁搞暧昧？你别说了，不踩你，坐下吧。哥们儿，你呀，你知道他太多的秘密了啊！我不跟你竞争，但是李川你很危险。你说你拿什么跟我竞争啊？有所不知吧，我是他的职场老公。哦什么？我怎么不知道？李川，你这个人，你怎么能靠男色上位呢？啊，如果说靠男色上位的话，那老板我也可以。你说他靠男色上位，你倒是上啊！我还没上吗？锤总。你仔细的想一想，在公司每天谁陪你加班、熬夜到凌晨，直接睡在公司里？很多专家都建议了，长期同居，默认结婚。咱俩在一块加班多久了？我们不是夫妻，我们都算老夫老妻了。哦什么哦？所以你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你别管。
他给我发的工资我都没有舍得花，也有把它存起来当彩礼啊。那你还蛮便宜的。讨厌！你也知道，你给人家给少了，就2万块钱。恶心！给你 N+1，你到底走不走？等，崔总，是这样的啊，我有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今天咱们公司 Summer 请假了，那不如趁此机会裁掉他。恶心！害群之马，趁人之危，撒谎精，马屁精。男的。Summer， 你很危险，你知道吗？今天公司要裁员，你说你一不是老员工，2不是她老公，3你也不是她闺蜜，很可能你今天就走了。Size啊，你们要让我弃养老板啊？小崔，那么晓得，其实我一直没有把你当上司，入职3年以来，我一直把你当小宠物在养哦。呀，说的这是什么话呀？恶心！你看我是不是经常桌上给你投喂小零食啊？啊，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句句有回应，对吧？啊，不管你多么无理取闹、胡搅蛮缠，一个毫无必要的例会，你硬要开几个小时，我都包容你、理解你。为啥？因为我知道你只是一个需要陪伴的小宝宝罢了，对吧？来，小宝宝吃着小蛋糕。恶心！这还挺难演的。Summer， 所以说你是打心眼里把领导当宠物？哎，侬讲我好弃养老板吗？不行的呀，我要投喂他、照顾他、给他养老的。那我也不能走，我要陪他的。哎，我更不能走了，我已经他的人了。你呢？给我找个大点的纸箱，我东西多。老张，你这是说什么呀？怎么舍得让你走啊？哎呦，我的天哪！我本来以为到了公司好好上班就行了。安静！你们不要再吵了。鉴于我们之间深厚的关系，当然了，有些关系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总之，又有客户下单了，今天我们不裁员了。说的怎么样？哎呀！不过还有另外一个事情，新项目要提拔一个项目经理，奖金每个月会多8000块钱，谁要来？崔总，我觉得这个事情我是最了解你的，我已经是你的人了。好了，我已经想通了，职场应该怎么玩。老板，我要当你闺蜜。不行。当你老公。闭嘴。当你姥姥。别唱了，滚吧。当你的眼神。你要当什么我管不着，但是这里是职场。你要先想明白自己的定位，不能只知道干活儿。小李，我们去聊一聊彩礼的事情。哎，好的。哎，那我们呢？散会，今晚不加班。耶！不加班喽！喜马拉雅 APP 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上喜马拉雅搜索不加班，免费领取5天会员，补充你的精神食粮。今天其实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同事的话题了。那么你们认为跟职场搭子或者同事交付真心的边界感到底在哪里？通过我们今天一天的讨论，各位还能给我一句话总结一下吗？聊了一天边界感，我觉得很简单的一件事儿，就是大家记着，我们是人跟人的相处，你不是在跟一个代词，也不是跟一个品类，你更不是跟一个网络上那个很流行的词在打交道，你是在跟很多具体的人相处就可以了，不用想太多啊。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在职场里面最重要的是需要好好交付工作。我可以谁去啊？我的意思是把更多的真心就是留给自己的家人、朋友和最重要的爱人，是这个样子。现在有太多的信息传达给大家，要怎么样保护自己的利益，怎么样在职场当中保护自己的情感。但我觉得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勇敢一点，可能你更快找到你喜欢的事情；勇敢一点，有可能你能在职场上交到好朋友。职场虽然水深，但是只要足够真诚，你都能收获回馈。
就像水中贵族百岁山一样，坚守品质，在岁月磨砺中稳步前行，最终成为瓶装水行业中的佼佼者。干杯！哇，这个分享真的是至关重要啊！其实，同事之间的相处啊，难免会碰到摩擦。与其抱怨我们的暗角，不如来做照亮世界的那束光，成就彼此，顶峰相见。今晚不加班，快乐很简单。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啦！欢迎登录新浪微博，关注东方卫视今晚不加班官方微博，也可以进入今晚不加班话题，也参与讨论，边看边分享你的观点。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欢迎来到今晚不加班。本集的主题，帮你一键清空职场负能量。我们的节目组疯成这个样子，真的把宛平南路的人给我们搞来了。没有签名的发票就是一堆散沙，风一吹就没了。吾日三省吾身，吾没有错。我这很肤浅，我就想象我自己有30个亿，然后我到底怎么花？我的老板他把自己给裁了，真的有点疯了。老师，咱们宛平南路还有床位吗？到600号和我做朋友。